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思敏。今天節目一開始，先歡迎我們的到場來賓，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。主持人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時事評論員王尚志，尚志哥。思敏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資深媒體人彭華幹，幹哥。思敏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觀眾朋友，今天節目一開始持續的邀請觀眾朋友，今天節目一開始之前呢，先在收看前按下熱推這兩個字的這個鍵。如果沒有看到熱推這兩個字的話，請觀眾朋友可以在留言板區特別留下熱推，並且呢告訴我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。昨天我特別整理出了許多觀眾朋友特別留言說，告訴我你在哪裡。念幾個地方比較特別的，非常多人現在在馬來西亞，很多人在香港，還有新加坡也很多，台東、新北、東京、加拿大多倫多、溫哥華、澳門、汶萊、美國舊金山、洛杉磯、波士頓、布里斯本、廣東、巴黎、曼谷、阿根廷、哈爾濱、緬甸、首爾、孟加拉、印度、印尼、巴西，非常謝謝各位觀眾朋友的留言，我們的觀眾真的是來自於全球各地哦。今天持續的可以在留言板上面留言，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，一樣的我看到這些訊息都會親自的來做回復，歡迎觀眾朋友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。今天節目一開始持續的要來關心到的是在美伊的這場戰事，談判的倒數現在變成難道是開戰的倒數了嗎？美軍現在出動了3航母，同時壓境，要對上伊朗的封喉戰，並且伊朗方面現在根據消息指出，可能出動它的超高音速導彈打一個新戰法嗎？戰爭會不會在本周隨時開打？今天都會一起來做關心。今天3個火線話題，我們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。首先看到的是3航母之外，這是來自於美軍，還有它的無人艇也首次的進場了。現在說兵力創下了20年來的最高，但是還是卡在這個談判前夕。美國這樣做，難道是要引戰嗎？有沒有可能本周就會真的開戰？伊朗方面當然了，完全不退讓。現在說可能祭出的是它的高超音速飛彈，還有無人機海反艦飛彈，來加快它的這個步伐，甚至瞄準的是荷姆茲海峽的封鎖。戰爭現在變成了低成本的消耗戰，要消耗航母，美軍能撐得住嗎？第3件事情是，現在呢離這個60天戰爭期限只剩下最後倒數了。川普如果再拿不到國會的授權，他會不會硬打下去？還是被迫收兵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。美伊談判，觀眾朋友，我們知道第2輪即將要開始了。那在這個敏感時間，沒有想到雙方各自校正哦，這個軍事部署啊更加的擴大了，而且是全面的升溫。美軍現在中東集結了2003年以來最大的兵力，甚至可能接下來就會馬上可以看到3航母一起集結在中東地區了。我們先來看到布希號最新動態，它是在非洲南端，幾天後它就會正式的抵達了中東，那麼將會是第3艘的航母出現在中東。福特號先前不是出事嗎？這個經歷了火災、設備故障，在希臘維修長達14個月的時間，官兵也都被拖到極限了。現在是硬撐在這個紅海的這個地方。再來看到的是林肯號也已經卡位在阿曼灣了，直接會來參與對於伊朗的封鎖行動。再來看到還包括了美軍出動的迪里波里號跟全獅號，都已經完全的部署好了，可能很快的就會跨越太平洋來壓進戰區。接下來我們還要看到的是同步調動的，包括了首度對伊朗部署的無人艇，也進入了無人化的消耗戰的最新階段。外交進度上，趕快來看到最新消息，來自於川普最新的說法。他說，副總統范斯現在呢已經率團了，直奔巴基斯坦，幾天後就會到達，準備跟伊朗來展開第2輪談判。不排除川普說他自己也可能，如果談得好的話啦，會來見伊朗的高層。那麼另外一方面，我們來看到的是伊朗呢，他也沒有要退，沒有想到伊朗的議長在這個時候站出來，他再度的喊話，對川普喊話說，伊朗已經準備好了，如果你美國跟以色列再繼續爆發戰爭的話，我們會亮出新牌。這聽起來是一個威脅的語調哦，所以大家也在
在預估說，伊朗議長說的新牌到底有哪一些呢？軍事上的部署，特別帶觀眾朋友看到的是《紐約時報》說的，德黑蘭吶，他說有核彈級的武器。這當中紐時也特別指包括了有飛彈，還有數千架的無人機都正在伊朗內部快速的回血，清理後它可以恢復到戰前大約70%的戰力。第二件事情是傳出來了，包括伊朗具備有它的超高音速多彈頭飛彈，速度高達8馬赫，15分鐘可以打到以色列。更致命的是，包括了它由它的反艦飛彈、無人艇、快艇的戰術，可以做低成本針對荷姆茲海峽的這一場封鎖戰。再來，中國大陸的角色也在這當中。現在有傳出來說，這個伊朗向中國大陸購買的鷹擊12外銷版本的 CN-302的這一款超音速反艦飛彈，並且和大陸協商採購地對空的飛彈系統、反彈道武器以及它的衛星武器等等。現在看起來，雙方都已經把兵力進出了。現在看起來，難道可以說是開戰的前兆嗎？會不會本周就會直接引爆戰爭？幹哥怎麼看？好，3航母壓境啊，這個標題非常聳動。為什麼呢？的確，事實上也是這樣，在案發，就是在進發之中，在安排之中。那你說，其實老實講，林肯號最早就是已經在阿拉伯海，在紅海附近巡弋，然後福特號真的是勞苦功高啊，這麼新的船，但是它現在已經部署超過10個月，好不容易到希臘的克里特島去喘息一下，沒有2個月，來回來，再回到紅海來。其實他們官兵，我相信那個心理的那個素質一定變得很差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馬桶不通，又發生火災，現在再被拉回來，你知道，其實官兵那個人是不能換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部署在海上，除非你回到美國本土去休整，不然的話還是同一批人。其實我是覺得他們的士氣恐怕已經很低落了，沒辦法，上級指示嘛。結果現在還要再派第3艘，第3艘就是尼米茲級的最後一艘，叫布希號，布希號 CV-77，這一艘也來了。現在聽說在好望角那邊要抵達紅海，那個大概只要不到1個禮拜就能到。我現在揣摩着這3艘航空母艦到了波斯灣來的意義在哪裡？我們現在先釐清，因為如果這個是重兵啊。你派這樣的重兵到了前線去，那代表什麼？代表就是談不攏的時候就是要打，只要談不攏就是開戰了，就要打了。當然，航空母艦做先鋒，這是美國在外交策略上以及它在軍事行動上本來的預先部署。但是我沒有看到，你說這是20年來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結，對，沒錯。為什麼？因為它也帶着另外2艘2棲突擊艦啊，在附近已經也到了位置上了。可是這2艘2棲突擊艦上面的陸戰隊第31陸戰遠征隊，他們最大的兵力加起來只有5000人。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用航空母艦進行壓制的話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後續是什麼樣的工作？就是我們常常反覆在講的說，究竟你的戰略目標是什麼？今天我要把濃縮鈾搬走，那你必須入侵本土，你一定要 invasion， 你一定要入侵，那個兵力不是5000人能夠做得到的。那3艘航空母艦到了現場的意思就是說，我把荷姆茲的海峽控制權拿回來，這個不需要3艘航空母艦，這只要神盾驅逐艦一個艦隊就做得到了，一個戰鬥群就做得到了。所以我現在在看川普他的戰略部署。究竟是什麼？這不到戰略，這是戰術部署啊！艦長很清楚啊，這是戰術部署啊！你派這麼多大船來，結果你又不上岸，究竟是在做什麼？也許你是要再進行一次有限度的大型打擊，這個我能夠理解，但是看起來也不像。現在我跟你講，現在伊朗本身內部已經發生了溫和派跟強硬派之間的爭執。溫和派是誰？阿拉奇外長。強硬派是誰？強硬派就是 IRGC 革命衛隊的這個那個新的司令叫瓦西迪，他們2個人之間在鬥爭。那所以現在只剩下1天的時間，范斯已經去到了那個巴基斯坦了。那你伊朗的代表是不是要到？我們就看這個，
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結果。所以美國已經重兵部署在當地，如果伊朗沒有辦法及時反應過來，川普是不是要斷然進行更強烈的軍事打擊呢？但是伊朗現在也已經聽說，他們現在回血到什麼地步？就說你們以前，這個我們對付你們啊，我們花了這麼多的無人機跟彈道飛彈，可是說句實在話，我們窩藏的東西你們根本計算不出來。老實講一句，在這種不對稱作戰裡面，伊朗它是贏家，因為它有太多的廉價無人機。現在有一種最新的無人機叫什麼？它叫做它叫做天堂的守門者，這架無人機只要3萬塊美金，伊朗要大量部署，而且聽說對付海上的艦隊非常有效。除了彈道飛彈、高超音速飛彈之外，其實我覺得伊朗新的這批無人機，那才是真正的殺手鐧，我們拭目以待吧。好，所以最後的關鍵24小時到底是談還是會打起這一場仗？我們持續的請艦長來帶我們看，尤其美軍現在已經都完全的重兵部署了。剛剛幹哥也提到了，現在這個伊朗它的新的這些無人機一系列都排出來，《紐約時報》還有說了，伊朗手上握有核彈級的武器都還沒出。對於美國來說，接下來面對的壓力到底又有多大？艦長怎麼看？首先，我先講一下這個美伊戰爭的大盤哦，就基本盤。大概是雙方都不想打，我不信他們任何一個人想打。那2個不想打的原因不太一樣。像美國的川普，因為美國就是川普決定嘛。川普為什麼不想打？因為這個東西會影響到他自己。好比說，第一個油價，美國的通膨，他的民調一直往下掉，還有一個他要碰到的期中選舉。意思是說，如果這個東西拖下去，這個美國方面損失毀滅的是川普，這是第一個。那川普做決策，所以他當然不希望他自己毀滅，他希望他能夠繼續的能夠有，當這個美國總統做得很好，這是一個。那伊朗呢？伊朗當然也不想打，因為為什麼？他的經濟現在有很大的問題，再打下去，你看像现在美國已經知道說，我不要去轟炸你了，我給你記這個2級制裁，誰敢幫助你，我就制裁你，那個力量是很大的。像那個古巴就被這樣制裁得很慘。如果真的全世界去配合他的話，伊朗的經濟一崩掉，你知道所有的这種大的帝國，大概他淪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都是經濟崩潰，就是說我專制啊什麼，只要你還過得下去，你都還會過，就活不下去了，他就會起來的。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，所以伊朗不願意打的原因是他希望這個國家活下去，這個跟美國是不一樣，但基本上2個都是一樣不想打。那所以，因為這個，再加上這個東西，全世界都在關心。你把油價打上去，全世界經濟都崩了，不是只有，好比說，只有伊朗的油價變貴，那全世界都變貴啊。那油價是全世界是一個價，所以會變成怎麼樣子？全世界都會非常關心，全世界都會施壓。你最明顯就可以看到北京，北京其實不太管這些別的國家的事情，但這次他管得很深，王毅到處在奔波，在打電話，為什麼？因為它影響太大，所以美國也好，或是伊朗也好，他們都會受到來自很多人的壓力，而且他們發自內心也都不想打。因此，我現在先推斷，他不可能打成第6次中東戰爭，但是他一定會達到一種某種程度的妥協，讓川普有面子，這是一個。第二個，大家要知道，這個打仗哦，其實我們說這個戰爭的 ABC 就是一個大欺小，強凌弱。就這麼簡單而已，所以你看到了美國現在派了這麼多的這個部隊去，3艘航母戰鬥群是有史以來大家很少看到，還加上2個迪利波里什麼的全4號的，那個大軍集結啊，但是在那裡我可以告訴各位沒有用，為什麼沒有用？你知道吧？你就想一個情形，今天我們在陸戰，我們這裡我底下有一大堆我們的友軍，我們要攻那個山頭，那個山頭在那很高，那是敵人的制高點，我一定要搶下來。那敵人我要打得下來，打不下來，一定打得下來，因為我的軍隊太大了。但是對不起，衝上去只有這麼小的一個山頭，誰先衝上去？你先衝上去，還是我們華幹哥先衝的？還是我們上次就說誰衝上去誰先死啊？而且這一路過去，最後總有一個人會勝利，但是這個過程中間會死得很慘。所以我可以告訴你，美國經不起死這麼多人，因為伊朗沒有別的本事，你地方就這麼小，你怎麼打我？你再多的軍隊，你同時進來的也就只有那麼一點。那你進來一波，我把你打死；你進來一波，我把你打死。除非美國決心要跟伊朗共存亡，
否則他一定不願意打，因為要死太多人。這是最後的這個。那最後我要說這個，現在呢，伊朗的狀況是最糟糕的狀況，就是他已經被打成那個樣子，再用轟炸的還是那個樣子，因為他就是一個最糟糕的狀況。地面部隊的那2個叫做遠征隊不太可能，他死傷會非常慘重，所以最後會有一些小的衝突，最可能就是無疾而終，然後美國就退回去了。好，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川普如果不想打，是不是现在又有另外一個理由可以讓他不打？因為其實剛好呢，美國的這個戰爭權利決議是說，你如果沒有經過國會授權，你去做軍事行動的話呢，你就只能執行最多60天。那這場戰爭，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回顧，其實剛開始打這場戰爭是2月28號，所以如果算60天的話，是剛好到4月29號，也就是說只剩下8天了，川普就要停止這一場軍事行動。那上這個又怎麼看？接下來的川普下一步？這個對於美國政府不止中國不是只有川普啦，人家美國還有國會有參眾議院，那還是很重要的。那麼這個戰爭權利決議在這個70年代修改法令之後，它主要的用意就是思考你要制衡一個特別是總統的這個權利。因為往往當然總統作為三軍統帥，在很多發動戰爭是總統決定沒有錯。可是呢，這周圍在整個全世界一樣，像美國的民主政治，行政權跟立法權還是在拉鋸。所以他們認為，如果美國要跟任何國家打仗，它最後是要由國會來宣戰。所以國會有這個部分權利，也就是說，在行政機構，包括美國總統，那麼他自己就開始可能有因為特別的原因，臨時就打仗了。所以這個打仗當中，一定要由國會來同意跟宣布，我美國政府打你。除此之外呢，对於美國來說是非常自信滿滿的，他不認為所有的部分的戰就可以無止境的打下去，他認為戰略的目標跟戰術的部分的決定都要有期限，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所謂的60天的期限。在他們看來，美國的軍力是一般的小邦民國家，60天之內怎麼可能不打下來呢？後面有一個具體的部分的結果，所以這是這個決議當中最關鍵的環節。然而到目前為止，不要覺得這個都還沒有動，其實這個部分在參議院，要知道現在都共和黨把持了主要的，包括眾議院跟參議院。這參議院當中已經提出4次了，有民主黨為主的發動了4次。最近的一次發動是4月16號，上個星期我們錄影的時間，他那是214票對213票，1票之差。這1票之差的部分基本上什麼意思？就是說現在他贏了，就是說還是支持美國總統的部分還可以持續，但他還1票之差就禁止川普繼續打仗。所以為什麼大家就覺得說，因為已經表決4次了，隨時有理由就可以繼續發動。那即使沒有成功的話，還剛剛講60天之內他就得停了。好，大家現在看說，那是不是真的就像講4月29號？其實不一定啦，應該會到5月底，因為這個權利決議當中也預估了，也提到了還有30天可以撤兵，所以真正的那個決勝負還可以有川普的理由可以拖到5月底。當然這裡頭是這樣子，大家現在在預估的，除了剛剛講美伊戰爭談判能不能談不下去，打要不要繼續打？可是這個打當中，就美國國內的法令來說，剛剛前面我描述的不是無止境的，即使川普還是硬要打。好，重點來了，那美國國會怎麼辦？美國國會拿他沒轍嗎？不是60天你就得停嗎？就接下來的下一場就是說，如果川普還是不管3七21，他還要繼續那麼多的部隊、航空母艦、幾萬名的兵力在波灣這個地方繼續集結的話，美國國會還是有招哦。是什麼呢？接下來如果你不繼續遵守，美國國會就可以針對卡你的戰爭預算。也就是說，我可以完全把你的預算推翻，你沒錢了，我就不撥款給你。這個部分是美國政府得要遵守的。如果這樣你沒錢了，還能繼續打嗎？所以，其實在美國國會的這場戰爭，法令上是4月底或5月底，然而延伸下去，預算戰這件事情，現在在美國境內認為這可能是接下來馬上就要面對的事情了。好，謝謝上之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